大家好，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解读和示范《芥子园画谱》当中的数谱之点页法的第3部分，也就是36种点页法的最后12个点页法的方法。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次松点。因为松树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松叶不同的品种的松树，它的叶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给大家示范的这种画法是专门的叫次松点那么点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根据次松这样一种松树的形式，它的叶子的生长，自然生长的一种方向、姿态怎么聚集的，怎么构成的这样一个叶子的组成，根据它的自然的这样的形态来绘画的。所以这种点叫次松点。那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聚散春叶点聚散首先讲的是也是春树的这样一种叶子它的构成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的自然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这里面呢加了一个聚散这样一个词来表现这个春树的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这种点呢叫聚散春叶点。好，那现在这个点的方法呢叫小船聚点。那这个呢用的我前面给大家解释过，船就是聚集的意思，就是小小的一个聚集吧。小船聚集点。那这些词呢，就是说用这样一些名词对这些点进行一个就是说给它一些名词，各种各样的点给它们一些名称，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大家便于记忆，就是说在学习这个点页法的时候，便于大家记忆各种点的一种状态只是便于记忆，其实可以灵活使用。就当我们看到什么树的时候，什么树种的时候，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学习过的这种36种点页法的某一种点来表达便于我们记忆和表达。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夹叶点，就是说叶子夹杂在一起，有枝干等等，叫夹叶点。那这一种点页的方法呢叫细叶点就是叶子比较小的树种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点法来进行描述或者是进行绘画，叫细叶点。那顾名思义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当我们在表现某一幅山水画的时候，我们想表达的这个树和这种叶子是细细的，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这种点法来进行表达，进行描述进行画。所以说实际上这些所有的名称都是为了便于我们学习的时候，便于我们记忆。
那现在表达的呢，我们叫三叶点，就是说一种杉树啊，它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点的这种象形，像杉树的形状，所以呢，就给它命名叫三叶点。除了形状像以外，它的这种叶子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结构或者这种组合，它和杉树的这种叶子的长势啊，这种形态很接近，所以给它命名叫三叶点。那么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垂叶点。那么就是说，所有的看起来就是不管是什么树，就是说这种形态看起来叶子是下垂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点的形式来进行表达啊，所以叫垂叶点。现在表达的呢叫仰叶点，就是所有的树叶呢感觉是往上生长的啊，向上生长的，所以我们在画这些点的时候，点叶的时候也是向上的一种姿态或者是趋势，所以叫仰叶点。当我们在表达这个树的时候，看到这个树的形状跟我们学过的这36种点里面的某一种点相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用这样的点法来对这个树进行表达。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各字间双钩点，就是说前面我们在有一集里面讲到了各字点，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它跟那个个字又有一个另外的就是双钩，就是除了个字以外，它又加了另外的2个钩或者是几个钩聚集在一起啊，也是为了便于记忆啊，为了便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便于对这种点的形式的一个记忆。好，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破笔点啊，破笔点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笔的笔尖那个笔毛，它有的时候可能张开来了，但是可以是有意识的，这个点的方法就是有意识的让它张开来啊，有一种破了的感觉，就是说每一片叶子有张开来的感觉，所以叫破笔点。现在的这个点法呢叫雨雪点啊，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有点像下雨啊下雪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有像雨点，有的像雪点啊，大大小小这种大小不一有聚集有分散的这样一种感觉，叫雨雪点。那这也是一种象形的一个取名的方法，让这个点呢就跟那个我们自然界里看到的这种自然界的状态啊和它的形式很像，所以叫象形的命名法。现在给大家示范的呢叫细垂藤点啊，像藤蔓一样的垂下来的藤蔓的
点，所以叫细垂藤点。那等这个细垂藤点示范完了以后呢，我们在点业法的这个36种点就全部讲解完了。那后面呢，就会具体的从这个12种点法里面选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示范。